10种拥有超能力的神奇动物。大自然以无尽的创造力孕育了无数令人惊叹的动物，有的动物能够死而复生，有的动物能返老还童。在幽暗的海洋深处，有一种小虾米竟能制造出4800度的高温武器。在茂密的丛林中，一种不起眼的小甲虫能用惊人的化学武器秒杀敌人。你见过全世界最漂亮的蜘蛛吗？将自己的内脏喷出来吓唬敌人的动物，你听说过吗？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为您介绍10种拥有超能力的神奇动物。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如同异星来客的动物究竟有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秘密。请先点击订阅，现在我们一起出发吧。第10名，夜氧。你知道吗？有的动物也能像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这种神奇的动物叫做夜氧。夜氧也被称为小绵羊、海蛞蝓，它们生活在温暖的热带和亚热带的一些浅海海域。夜氧属于软体动物门海蛞蝓科中的一种动物，它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4到5毫米长，虽然小到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但是它们仍然拥有明亮的小眼睛和毛茸茸的触角。它的身体就像一个微型的小绵羊，看起来软绵绵的，而且它的整体外观也酷似一片绿色的叶子。因此，这种微小的生物被人们叫做夜氧。夜氧在幼年时，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不过它的食物是海洋中的藻类，它在食用藻类之后，身体的颜色会逐渐变为绿色。夜氧在进食时会用锋利的齿舌刺穿海藻的细胞，并将海藻中的叶绿体储存在自己体内。这些叶绿体在进入夜氧的体内后能继续保持活性，因此夜氧可以利用身体中储存的叶绿体进行光合作用来为自己制造养分。这种独特的神奇能力使它们可以长时间不吃东西也能维持自己的生命。不过夜氧自身并不能产生叶绿体，它体内的叶绿体和叶绿素会随着使用而逐渐被消耗，因此它们仍然需要定期去吃一些海藻来补充营养。第9名，北美林蛙。被冻成冰块后还能复活的动物你见过吗？这种能在极地繁殖的青蛙就是北美林蛙，它是极少数能够在极地生活的两栖动物。北美林蛙的分布范围很广，从北纬30度到北极圈附近都能找到。在冬季，当寒潮来袭时，北极圈附近的林蛙会像冰棍一样被冻成冰块。在这种冰冻状态下，它的呼吸、心跳以及新陈代谢都会停止。对于绝大多数动物来说，冰冻就等于死亡。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北美林蛙被冰冻了8个月时间依然能够复活。当春季来临，气温升高时，它体内的冰便会逐渐融化，它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新陈代谢也会逐渐恢复，它会逐渐苏醒过来并继续正常的生活。北美林蛙之所以能拥有强大的抗冻能力，是因为在寒冷的冬季来临时，它的肝脏会将储存的糖分转化为葡萄糖，同时它体内的尿素含量也会迅速增加。葡萄糖和尿素形成的混合液体在它的身体内越来越多，尤其是它的大脑和心脏等重要器官中，这种混合液体的浓度非常高。这种葡萄糖和尿素的混合液体就像是防冻液，它的冰点要比水低得多。因此，即使林蛙的身体被冻成了冰块，但是它的重要器官并不会真正结冰。更神奇的是，北美林蛙体内还有一种特殊的冰晶核蛋白，这种物质能确保它被冰冻时，冰晶只会在细胞外形成，而细胞内部不会形成冰晶。这种机制是北美林蛙死而复生的关键。普通动物之所以会被冻伤甚至死亡，关键是低温会造成细胞内部结晶，尖锐的冰晶会撑破细胞膜，从而破坏细胞的结构。而且冬季来临时，北美林蛙还会通过主动脱水来减少自身的含水量。在冬季时，它的肝脏和肠道会失去约1半的水分，骨骼肌的失水量则会达到23%至29%。通过脱水，北美林蛙也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抗冻能力。受到北美林蛙的启发，科学家正尝试模拟它的防冻机制来更长久地保存人体器官。或许在北美林蛙的启发之下，科幻小说中的超低温休眠技术会在未来成为现实。那么你觉得人类在未来真的能通过超低温休眠来实现星际旅行以及跨越时空吗？第8名，灯塔水母。古往今来，长生不老和返老还童一直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然而，在自然界中，有一种水母竟然拥有连妖怪都羡慕的永生能力。这种水母非常小，它的直径只有大约4到5毫米，它的身体完全透明，外形就像一个小铃铛，而且它还会发光，用肉眼就能看到它体内的红色消化系统。在黑暗的海水中，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发光的微小灯塔，因此这种水母被叫做灯塔水母。灯塔水母原产于加勒比海区域，之后逐渐扩散到了世界各地。普通水母的生命和大多数动物一样，首先从一颗受精卵开始。水母的受精卵会发育为浮浪幼虫，然后变成水螅体，再逐渐发育为水母体。水母体成熟后便会逐渐走向衰老和死亡。可是灯塔水母却能打破这种生长规律，它在成熟后或者在面临威胁时，会将自己的身体缩成一团，将自己逐渐退化成水螅体，并重新开始生长，并再次变成水母体。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个成年人将要衰老死亡时，却将自己变回成了一个婴儿，然后再重新长大。而且理论上来说，灯塔水母这种返老还童的过程可以无限重复，也就是说，灯塔水母可以不断地跳过死亡，从而实现永生。科学家研究发现，当灯塔水母衰老或者感受到威胁时，它的细胞会重新编程，它能将成熟的细胞转化为干细胞，再重新分化为新的细胞类型。这种细胞的变化能力是它能重新回到幼年阶段的重要原因。或许未来我们能够从这些微小的海洋生物中获得更多有关衰老逆转和细胞再生的奥秘。第7名，枪虾。你知道一只自带武器的小虾米有多厉害吗？它能射出时速100公里的子弹，还能产生4700摄氏度的高温和210分贝的巨响。这种虾被称为枪虾。枪虾共有600多种，它们生活在热带海洋中的浅水区。这种虾的体长一般不超过5厘米，它们拥有一大一小2个不对称的螯钳，大螯用于防御和攻击，小螯用于进食。它的大螯非常巨大，甚至能长到它体长的1半。这只巨大的螯像一把高能量的声波武器，当猎物靠近时，它会快速闭合自己的螯钳，射出一道时速高达100千米每小时的水流。高速的水流会发生气血现象，形成一个极小的低压气泡。气泡在周围水体的压力下瞬间发生爆裂，爆裂的气泡会在瞬间产生4700度的高温，这个温度几乎和太阳表面的温度相当。而且气泡爆裂时还会发出190到210分贝的声音，这个声音比真正的手枪射击发出的声音还要大得多。这股强大的能量甚至能击穿玻璃缸。大部分被攻击的猎物会被直接震晕，许多小鱼小虾甚至会被直接杀死。枪虾的这种强大攻击能力在海洋生态系统中非常罕见，它的巨大螯钳就像专门为了产生爆发力而设计的。它的大螯钳内部还有类似卡簧的机关，可以将储存的能量瞬间释放出来。科学家发现，枪虾在水下不仅用它的声波武器打猎，在交配季节，它们还会用自己的声波弹互相炫技，比试谁发出的声音更加响亮。而且，枪虾的大脑内有一种类似于音频滤波器的能力，它的声波武器可以震晕猎物，而它自己却完全不受影响。有趣的是，在海洋中，枪虾常常与虾虎鱼共同生活。虾虎鱼为枪虾站岗放哨，而枪虾则为虾虎鱼修建房子。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也是自然界中的奇观。第6名，电鳗。电鳗是一种生活在南美洲的淡水鱼，这种鱼被认为是最令人恐惧的淡水动物之一。除了人类，电鳗几乎没有天敌。虽然它的名字里有个鳗字，但它其实和鳗鱼并没有亲戚关系。电鳗属于裸背鱼科，和鲶鱼反而更亲近一些。它的身体修长，最长可以超过2米，看起来就像是一根会动的黑色电缆。电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能用身体制造电流。每次猎食时，它会先释放一组低压电流，像雷达一样感知周围猎物的位置。当目标靠近时，它能释放出高达600伏的强电流，让猎物瞬间麻痹。这种放电的过程很短，许多小鱼会瞬间失去意识，甚至被电死。如果遇到危险，电鳗也能像闪电一样连续释放10几次高压电来击退敌人。凭借强大的电击能力，电鳗堪称淡水中的霸主。传说最厉害的电鳗甚至能击晕一头成年鳄鱼。电鳗之所以拥有这么强大的放电能力，
主要是因为它的身体两侧分布着一种特殊的电气官，这些电气官由许多电气细胞组成。当电鳗感知到潜在的威胁时，它的神经系统会向电气官发出信号，大量的钠离子涌入电气细胞，形成约150毫伏的跨细胞电位差，数千个电气细胞串联起来，便释放出高达600伏以上的电压。研究发现，电鳗每秒可以放电50次，它可以在10到15秒内接连释放电流，休息15分钟之后，它的放电本领又能恢复。虽然电鳗释放的电流非常强，但是并不会电到自己，这是因为电鳗的身体上有着一层厚厚的粘液，这层粘液能够有效地隔离电流，而且电鳗身体的电阻比水要大得多，电流通常会优先通过电阻较小的水体，因此在水中即使电鳗释放出超强电流，但并不会电到自己。不过有趣的是，一旦离开了水，由于缺乏其他导体，因此电鳗放电时就很可能会将自己电晕。第5名，射炮步甲，有一种战斗力超强的小甲虫，遇到危险时它会朝敌人发射猛烈的化学炮弹，因此被称为射炮步甲。虽然这种甲虫体长不过3厘米，但它的攻击武器却堪称昆虫界的黑科技。射炮步甲的腹部有一个特殊的腺体，能够产生氧化氢和醌类物质，这两种物质混合后会发生猛烈的化学反应，一旦遇到敌人射炮步甲，就像微型火炮调整自己的方向，并将储存在身体里的氧化氢和醌类物质混合起来，一股炙热的化学喷雾便会从射炮步甲腹部末端的小孔中爆射出来。这种喷雾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而且它的温度能高达100摄氏度，喷射时还会发出轻微的爆炸声。高温的腐蚀液体可以灼伤一切小昆虫，甚至连人类皮肤都会被烫伤或腐蚀。而且射炮步甲还能控制自己的喷射角度，它甚至能180度转向来精准命中目标。更神奇的是，它可以连续发射10几次，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利用和射炮步甲类似的原理，开发更高效的微流体喷射系统。这种系统将可以用于医疗、工业和环境监测等领域。第4名，墨西哥盾口螈。墨西哥盾口螈俗称六角恐龙，这种动物最让人惊讶的是它的再生能力，它的所有器官几乎都可以再生，而且它还能停止衰老。野生的墨西哥盾口螈只分布在墨西哥的一些湖泊中，它的头部较宽，眼睛很小，四肢娇小，体长通常为20至30厘米，重量仅有60至110克。它的皮肤十分光滑，外露的鳃看起来软绵绵的，就像水里飘着的粉色珊瑚。让人惊讶的是，墨西哥盾口螈能永葆年轻。研究发现，墨西哥盾口螈在4岁时就会停止衰老。在生物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幼态持续。这就像一个人即使已经70岁高龄，但他的样貌仍和自己18岁一模一样。除此之外，墨西哥盾口螈还拥有几乎无敌的再生能力，断掉的腿、尾巴，甚至是心脏和脊椎都能重新长出来。如果不小心脑组织受损，也能够慢慢恢复。这种再生能力连科学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墨西哥盾口螈的生活节奏非常佛系，白天它基本上躲在水草中一动不动，当猎物靠近时，它会将猎物吸入口中，依靠吞食周围的小鱼和虫虾来维持生活。不过，由于环境污染，野生的墨西哥盾口螈已经濒临灭绝。第3名，海参。你见过把自己的内脏喷出来吓唬对手的动物吗？它就是我们熟悉的海参。海参长得像个软绵绵的黄瓜，因此也叫海黄瓜。全球有900多种不同的海参品种，它们大多生活在海底的沙子里或礁石的缝隙中。海参的行动非常缓慢，当遇到威胁时，海参为了能够逃跑或者吓退对手，它会把自己的内脏排出体外，毫无防备的对手往往会被它的行为吓一跳，从而转身放弃对它的攻击。不过即使扔掉了内脏，海参也并不会死亡，几周之后，它的所有内脏就能重新长出来。除此之外，海参还有一种让人惊叹的能力，它的体内含有一种自溶酶，当它严重衰老或者受到损伤，以及生活环境快速恶化时，这些酶就会被激活，海参的身体组织会发生分解，最终会变成一滩液体。海参平时依靠吞食海底的泥沙维持生活，它会用嘴巴对准海底的沙粒，慢慢地将它们吸进身体，泥沙中的有机物会被它消化掉，而沙子则会被它排出来。
一只海参一年能过滤超过60公斤的沙子，在一些地区，每年通过海参所搬运的泥沙甚至能达上千吨。第2名，萤火虫。这种会发光的小虫子你一定不会陌生，在夏日的夜晚，它像草丛里的精灵，发出闪闪亮光。这种小昆虫就是萤火虫。萤火虫的个头一般只有10到25毫米。作为极少数能发光的昆虫，萤火虫的体内藏着让人惊叹的自然魔法。它的尾巴部位有个神奇的发光器，它里面含有一种叫荧光素的物质，当它遇到氧气时会和酶发生化学反应，并在瞬间释放出光能。不过它发光时几乎不产生热量，这种冷光效率甚至比我们使用的节能灯都还要节能。神奇的是，不同种类的萤火虫会发出不同节奏的光，有些是一闪一闪像某种密码，有些则像精准的节拍。这些不同频率的闪光其实是萤火虫的求偶信号。雄性萤火虫在空中飞舞，用特定频率的闪光寻找属于自己的伴侣。不同的闪光模式就像是密码，只有同一种类的萤火虫才能识别，而且萤火虫发出的光还可以吓跑敌人。萤火虫通常生活在湿润的森林、湿地以及稻田和草丛中。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张和环境的污染，在我们周围适合萤火虫生活的地方越来越少。那么，你还记得有多久没有看到萤火虫了呢？第1名，孔雀蜘蛛。蜘蛛通常是一种让人害怕和厌恶的动物，很少有人会把蜘蛛和美丽联系起来。不过，孔雀蜘蛛可能会改变你对蜘蛛的看法。这种蜘蛛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蜘蛛，它最神奇的就是能像孔雀一样开屏。孔雀蜘蛛是一种跳蛛，它们不结网，而是靠强大的视觉系统和灵敏的腿来跳跃扑杀猎物。孔雀蜘蛛的体型微小，长度只有大约5毫米。它们只生长于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雄性孔雀蜘蛛的腹部有着孔雀羽毛般亮丽的色彩，其间还分布着一些条纹，在身体上形成了几乎左右对称的图案。它在求偶时会抬起美丽的腹部，不停地左右摆动，就像孔雀开屏一样，而且还伴随着节奏感十足的跳跃和摆动。这些舞蹈动作都在尽力展示色彩斑斓的腹部。不过，看似浪漫的求偶过程其实充满了危险。如果雄性的表演没有打动雌性，它可能会被视为威胁而被攻击，甚至会被雌性吃掉。孔雀蜘蛛以绚丽的色彩、复杂的舞蹈和高风险的求偶成为自然界中的奇观。通过了解这些微小而迷人的生物，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奥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您还知道哪些奇特的动物？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